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可不得了，真是让我见识到了两岸婚恋的那些奇葩事儿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的主角。女主角小云是四川成都人，在成都一家知名企业做市场营销，能力特别强，年薪20多万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。长得吗？那叫一个水灵，皮肤白皙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还有小酒窝，走在街上那绝对是回头率100%的美女。小云今年28岁，在大陆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已经被催婚催得不行了，尤其是在四川这种传统地区，家里人天天念叨姑娘家到了年纪就该嫁人，再不找好男人都被挑走了之类的话。可是小云一直没遇到合适的，她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不算高，就是希望对方有上进心，能理解尊重她。缘分这东西啊，真是妙不可言。去年小云的公司派她去台湾出差，负责一个两岸合作项目。就在这次出差中，她认识了台湾男孩阿红。阿红是台中人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当工程师，为人诚恳，做事靠谱，长相嘛，虽然不是特别帅，但是很干净清爽的那种，笑起来特别阳光。最重要的是，阿红非常有绅士风度，每次见面总是提前到，送小云回酒店时会目送她进电梯，从不会趁机占便宜。这些小细节让在大都市打拼多年的小云倍感温暖。两人在合作项目中经常接触，慢慢的产生了好感。阿红会带小云去台北的夜市吃小吃，去阳明山看风景，去淡水老街散步，让小云看到了台湾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台湾真的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耶。小云常这样跟我说，我以前总觉得台湾可能比大陆落后，结果发现人家的生活品质超高的。是啊，这就是很多大陆人的误解。虽然台湾地区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一些省份，但人均 GDP 和生活品质却是相当高的。台湾的社会福利、医疗保险、公共设施都非常完善，人们生活节奏也没有大陆这么快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。项目结束后，小云回到了成都，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淡化，反而通过视频通话越来越深厚。阿红每个月都会抽时间飞到成都看小云，带她去吃地道的川菜，陪她逛太古里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半年后，阿红决定向小云求婚，她特意飞到成都，带着精心准备的钻戒，在小云最喜欢的锦里古街单膝下跪向她求婚。小云当场就哭了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当小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时，妈妈的反应却十分复杂。嫁到台湾去，那么远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小云的妈妈皱着眉头说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培养这么大，不就是希望你能在身边照顾我们吗？这就涉及到两岸婚恋的第一个差异了，家庭观念的不同。在大陆，特别是四川这样的地方，家庭观念非常强，子女孝顺父母，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而台湾虽然也重视家庭，但相对来说更尊重年轻人的选择，子女的独立性更强。小云理解妈妈的担忧，但她也不想放弃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，于是她请阿红到家里来，正式见见父母。阿红很重视这次见面，特意穿了一套得体的西装，还带了台湾特产凤梨酥、乌龙茶和一些精美的伴手礼。他的礼貌和诚恳给小云的父母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，但妈妈心里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消除。晚饭后，小云的妈妈终于开口了，阿红啊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孩子，也是真心对我们家小云好，但是我作为妈妈还是有些担心的。如果你要娶我女儿，我有3个条件。小云有点紧张，她没想到妈妈会直接提条件。阿红倒是很坦然，点点头说，阿姨请说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尽力。小云妈妈竖起一根手指，第一个条件，你们结婚后必须每年至少回来看我们2次。小云是我们的独生女，我们舍不得她离开太久。阿红立刻点头，这个没问题，我们不仅会每年回来看您和叔叔，还欢迎您们随时来台湾住。我家在台中有套房子，专门留一个房间给您们。小云妈妈满意的点点头，又竖起第2根手指，第2个条件，你们结婚后的财产必须公证清楚，
小云现在有套房子，还有些积蓄，这些都是她自己的。这个条件触及到了两岸婚姻财产观念的差异。在大陆，父母往往担心女儿嫁出去后，财产被男方家庭占有，特别是嫁到外地，甚至是台湾这样的地方，这种担忧更加明显。而台湾对于夫妻财产分配有着更加明确的法律保障。阿红听完第二个条件后，露出理解的笑容。阿姨，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。在台湾，夫妻财产制度非常完善，可以选择约定财产制，婚前各自的财产婚后仍然归各自所有。我们可以在婚前签订财产协议，不仅在台湾公证，也在大陆公证，让您和叔叔放心。其实我自己在台北也有一套房子，我们不会动用小云的积蓄。小云妈妈闻言点点头，看来阿红对这些事情考虑得很周到。接着，她神情严肃地竖起第三根手指。第三个条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如果你们有了孩子，必须让孩子既了解大陆文化，也了解台湾文化，不能让孩子忘记自己的根。这个条件触及到了两岸文化认同的敏感问题。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，不少人担心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文化认同的困惑。大陆家长担心孩子在台湾长大会忽视大陆文化，而台湾家长则担心孩子会失去台湾的特色文化。阿红听完这个条件，沉默了片刻，屋内突然安静下来，气氛有些凝重。小云紧张地看着阿红，生怕她会因为这些条件而退缩。就在这时，阿红抬起头，坚定地说：“阿姨，这不仅是条件，更是我们的责任。两岸同文同种，根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的孩子不仅会了解大陆和台湾的文化，还会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。无论政治如何变化，血脉和文化的纽带是永远不会断的。”这句话一出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小云的爸爸妈妈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惊讶和欣慰。阿红的回答不仅表明了他对两岸文化的尊重，更展现了他对未来家庭的责任感。小云妈妈眼眶湿润了，走过去拉住阿红的手：“好孩子，我看你是真心实意的爱我们家小云。既然这样，我和他爸爸就放心了。”那天晚上，小云送阿红回酒店的路上，忍不住问他：“你真的不介意我妈妈提的那些条件吗？”阿红笑着握住他的手：“怎么会介意呢？这些都是很合理的要求啊。其实我早就考虑过这些问题了，你妈妈提出来，反而让我更加确定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。”看着阿红温暖的笑容，小云感到无比幸福。她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尊重她、理解她的人。接下来，两人开始忙碌地筹备婚礼。由于涉及到两岸的法律程序，他们需要准备很多材料。在台湾结婚，大陆配偶需要办理大陆居民来台依亲居留手续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哎呀，这些手续真是太复杂了。小云看着厚厚一摞材料，忍不住抱怨道。阿红安慰她：“别着急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其实这些年两岸婚姻的手续已经简化很多了，只是需要一点耐心。”就这样，在律师的帮助下，两人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。小云和阿红决定在两地各办一场婚礼，先在成都举行中式婚礼，让大陆的亲友参加，然后在台中举行西式婚礼，让台湾的亲友见证他们的幸福。成都的婚礼非常热闹，按照四川传统习俗，新娘子要做花轿，还有闹洞房的环节。阿红虽然对这些习俗不太了解，但她全程配合，甚至提前学会了几句四川话，逗得宾客们哈哈大笑。阿红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的婚礼太繁琐了？婚礼结束后，小云问道。一点都不会，阿红笑着回答，我反而觉得很有意思。台湾的婚礼受西方影响比较大，虽然也有传统仪式，但没有大陆这么讲究。这些习俗都是文化的一部分，我很高兴能体验。1周后，两人飞到台中，举行了西式婚礼。婚礼在一个山顶的小教堂举行，背景是远处的青山和城市风光。小云穿着白色婚纱，阿红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两人在亲友的见证下交换了戒指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台湾很小，生活水平可能不如大陆城市。婚礼后，小云的妈妈惊叹道：“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好，生活品质这么高。”是啊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宝岛台湾的模糊概念中，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
生活水平不高。事实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在亚洲名列前茅，医疗、教育、社会福利等方面都非常完善，尤其是生活节奏比大陆城市要慢得多，更注重生活质量。小云和阿红的新家在台北，是一套90平米的公寓，虽然不大，但装修得非常温馨。台北的房价比成都高得多，但胜在环境好，生活便利。这里的空气真好啊！小云的爸爸站在阳台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比成都清新多了。阿红笑着说：“是啊，台北虽然也是大城市，但空气质量确实比大陆很多城市要好。不过最近几年，我去成都也发现环境改善了很多。”小云的父母在台湾住了2周，阿红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，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垦丁、九份这些地方不仅风景优美，而且人文气息浓厚，让小云父母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人在境内，感受最深的就是两岸在生活细节上的差异。比如，台湾的垃圾分类非常严格，居民必须购买专用垃圾袋，并在固定时间将垃圾交给垃圾车。比如，台湾的公共场所很少看到大声喧哗的人，人们说话都很轻声细语。再比如，台湾的服务业态度都特别好，不管是餐厅服务员还是出租车司机，都非常热情有礼貌。台湾这个地方，生活习惯还真是挺特别的。小云的妈妈感叹道，一开始还不太习惯，住久了反而觉得很舒服。小云笑着说，妈，我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呢，特别是他们说话的方式，总觉得特别客气，甚至有点见外。后来才发现，这就是台湾人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礼貌和尊重。阿红补充道，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差异很多是历史发展造成的，台湾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，同时又融入了日本殖民时期和美国影响下的现代元素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。小云妈妈点点头，确实，我总觉得台湾像是回到了60、70年代的大陆，人情味更浓一些，但又比那时候的大陆更现代化。送走父母后，小云和阿红正式开始了他们的两岸婚姻生活。刚开始的日子并不总是那么顺利，两人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而产生小摩擦。比如用餐习惯，小云习惯了四川的麻辣重口味，而阿红则偏爱台湾的清淡饮食。再比如消费观念，小云认为能用信用卡分期就不用一次付清，而阿红则奉行量入为出、不欠债的原则。还有对待长辈的方式，小云习惯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而阿红则更注重婉转和尊重。哎呀，真是搞不懂你们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的。有一次，小云因为阿红不肯直接向他父母提出周末不回家吃饭的要求而生气。阿红耐心解释，在台湾，我们习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表达，特别是对长辈，直接说不会被认为是不尊重人的。小云撇撇嘴，那不是很虚伪吗？心里不乐意还要装出一副乐意的样子，这不是虚伪，而是一种礼貌和尊重。阿红解释道，就像你们大陆人见面喜欢问吃了吗一样，这是一种文化习惯，表达关心的方式而已。慢慢的，小云开始理解并适应台湾的生活方式。她发现台湾社会虽然看似拘谨，实际上人情味很浓，邻里之间互相关照，社区活动丰富多彩。她加入了社区的读书会和园艺小组，认识了很多当地朋友，也慢慢融入了台湾的社交圈。有趣的是，小云发现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也存在很多误解。诶，你们大陆真的还在用现金吗？不是都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了吗？一次读书会上，一位台湾阿姨好奇地问小云，小云笑着解释，阿姨，现在大陆的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了，特别是在城市里。我上次回成都，发现连路边卖糖葫芦的小贩都用微信收款呢。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啊？阿姨惊讶地说，我还以为大陆经济发展还不如台湾呢。小云耐心地向她解释现在大陆的发展状况，从高铁网络到电子商务，从共享单车到无人超市，这些都是台湾还不太普及的现代化元素。哇，听起来好先进哦。阿姨感叹道，看来我们要去大陆旅游才能跟上时代了。这种文化交流让小云感到无比欣慰，她意识到自己不仅是阿红的妻子，也成了连接两岸的一座小桥梁。结婚1年后，小云怀孕了，这个喜讯让两家人都非常兴奋。
小云的父母立刻订了机票，准备来台北帮忙。妈，你们不用这么着急啦，我才刚怀孕3个月，离预产期还早着呢。小云在电话里劝说妈妈。那怎么行？头胎最重要，我必须亲自照顾你。妈妈坚持道。再说了，我和你爸还想多了解一下台湾，将来孙子孙女长大了，我们也好给他讲大陆和台湾的故事。听到这话，小云心里一暖，她想起了当初妈妈提出的第3个条件，让孩子既了解大陆文化，也了解台湾文化。现在看来，两边的长辈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。怀孕期间，小云发现台湾的产检非常细致，医生会详细解释每一项检查的目的和结果。而且，台湾的健保制度覆盖了大部分产检费用，让人感到非常安心。你们台湾的医疗服务真的很人性化，小云的妈妈由衷赞叹。医生护士都很有耐心，不像我们那边，医院总是人满为患，医生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阿红笑着说，这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结果。我们人口少，资源相对丰富，所以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以做得更精细。小云的儿子渐渐出生了，取名林健，既有阿红的姓，又寓意健康成长。小云的父母和阿红的父母轮流来照顾，两家老人很快就打成了一片。我以前一直担心两边家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相处不好，小云对我说，没想到他们反而因为共同疼爱孙子而成了好朋友。阿红爸爸喜欢煮台湾卤肉饭，我爸爸喜欢做四川回锅肉，两个人经常在厨房里菜刀见真章，比谁做得更好吃。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两家人常讨论的话题。阿红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学习台湾的闽南语，了解台湾本土文化。小云的父母则希望孩子能学习标准普通话，了解大陆文化。其实可以两种都学啊，阿红提议。在家里我们可以说普通话，外公外婆来的时候可以练习四川话，爷爷奶奶教闽南语，这样孩子语言能力会更强。小云点头同意，对，而且我们可以经常带他回成都和台中，让他亲身体验两地的文化差异。等他大一点，可以给他讲两岸的历史，让他了解我们是怎么从一家人变成现在这样的，也让他知道血浓于水的道理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渐渐已经5岁了，他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，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和闽南语，甚至能用四川话喊外婆，我要吃担担面。有一次，渐渐在幼儿园的我的家庭主题活动中，骄傲地向小朋友们介绍，我的妈妈来自四川，那里有大熊猫和很辣的火锅。我的爸爸是台湾人，台湾有好吃的凤梨酥和珍珠奶茶。我最幸福的是可以吃到两地的美食，听两边的故事。渐渐的话引来了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们的热烈掌声。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，用最简单的语言道出了两岸融合的美好。他不仅仅是小云和阿红爱情的结晶，更是两岸文化交融的见证者。放学后，阿红和小云一起来接渐渐，看着儿子兴高采烈地跑向他们，小云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。34，妈妈，今天老师表扬我了，我讲了外公教我的四川历史故事，还有爷爷告诉我的台湾小时候的事情，全班都说好听。34，渐渐蹦蹦跳跳地说道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阿红牵着渐渐的小手，小云挽着阿红的手臂，夕阳将一家3口的影子拉得很长。34，对了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34，小云神秘地笑着说。34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井号34，阿红好奇地问。34，我被公司派去成都负责新项目了，可以带着渐渐回去住一段时间，正好让他在四川生活几个月，更深入地了解妈妈小时候的地方。井号34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井号34，渐渐兴奋地跳起来。34，我可以天天吃外婆做的担担面了。34，阿红也笑着说。34，正好我可以申请远程工作1个月，陪你们一起去，这样我也能更好地了解你的家乡文化。34，就这样，一家3口再次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程。渐渐在成都的这几个月，不仅学会了更多四川话，还亲身体验了成都的生活方式。他喜欢和外公下早上去人民公园喝茶，看老人们打太极，也喜欢跟着外婆去菜市场买菜，听老四川们的家长里短。时光飞逝，7年后，渐渐已经是个12岁的少年了。
他的普通话和闽南语说得同样流利，不仅通晓两岸的历史文化，还对两岸的现状有着自己的理解。34. 妈妈，为什么大陆和台湾是一家人，却又分开这么久呢？34. 一天晚上，渐渐突然问道。小云和阿红对视一眼，知道是时候和儿子认真谈谈这个话题了。34.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。34. 阿红温和地说。34. 就像有时候一个家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暂时分开一样，但无论如何，血脉相连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。34. 小云补充道。34. 正如你外公常说的。39. 长江后浪推前浪。39. 历史终将向前发展，最重要的是，像你这样的下一代能够包容理解两岸的差异，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根源。34. 渐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34. 我明白了，所以我既是台湾人，也是大陆人，对吗？34. 对。34. 阿红摸摸儿子的头。34. 更重要的是，你首先是一个有爱心、有担当的人，无论你将来生活在哪里，都要记得尊重差异，追求和平。34. 就在这一年，小云和阿红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，他们给她取名为34，蓉蓉。34. 寓意融合、包容，渐渐成了一个负责任的哥哥，经常用普通话和闽南语给妹妹讲故事。10年后，渐渐考入了台北大学，主修国际关系。在他的毕业论文中，他以自己的家庭为例，深入探讨了跨文化家庭在两岸关系中的积极影响。这篇论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，甚至被两岸的学术期刊转载。34. 我们的故事很普通。34. 渐渐在论文结尾写道。34. 但正是千千万万个像我父母这样的普通人，用爱和理解搭建起了两岸民间交流的桥梁。文化的差异可以被包容，历史的伤痕可以被抚平，因为我们本就同根同源，一脉相承。34. 小云和阿红看着儿子的论文，相视而笑。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超越了个人幸福，成为了两岸和平交流的一个小小缩影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下期再见。